大家好，我是魏之超，我们继续来聊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大卫·柯南伯格是好莱坞非常著名的一位重口味导演，他的片子里经常出现各种肢体严重扭曲，身上还挂着各种黏不拉几的东西的怪物。他非常喜欢用这种变形残破的肉体来刺激观众的神经。Rick and Morty 就经常恶搞柯南伯格里面有一个平行宇宙就叫做柯南伯格宇宙那个宇宙里全是这种黏不拉几的怪物。柯南伯格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距离我们最近的现实，而我们却常常怀有一种逃离肉体的欲望。正如很多宗教的基础完全建立在摆脱肉体束缚的教义之上，这是因为肉体必然会死亡，而且还会导致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如果你接受肉体是现实的一部分，那你就要接受人必然会死亡的现实，但是很多人都害怕接受这样的现实。柯南伯格这一段话呢，道出了死亡恐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这具肉身。我们的各种身体感受、生理活动以及生理上的各种变化，其实都在明确无误地传达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人类无非就是一种动物而已嘛。我们跟动物一样是肉体凡胎，我们跟动物一样有各种动物性的本能所以呢，我们跟那些被我们吃下肚的动物其实是一样的，也都会死的于是呢，为了控制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就必须要超越我们的肉体本能和我们的动物性其实呢，文明社会里的很多规矩礼仪禁忌他们的目的都是把肉体的本能活动给隐藏起来，掩盖人的动物性比如说即使没有保暖的需求，我们也不会赤身裸体比如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遵守各种餐桌礼仪像动物那样狼吞虎咽是文明程度低下的表现再比如说呢，我们会把排泄行为给隐藏起来，我们会去一个专用场所里排泄我们甚至不愿意把那个地方叫做排泄室而把它叫做卫生间。我们也会把性行为隐藏起来不光不能在公开场合进行性行为我们甚至排斥用形容动物的交配这个词来形容我们自己的性行为。我们即便要寻欢作乐也是以爱的名义来寻欢作乐，我们不交配，我们只做爱这些文明社会里的规矩呢，本质上要么就是把肉体活动给隐藏起来，要么就是把肉体活动转换成一种文化上的仪式。一句话，所谓的文明就是你越不像是个动物，你就越文明。人类是不遗余力的与自己的肉体本能划清界限，然后宣布自己并不属于动物。而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这种倾向就会变得格外的明显比如在一个研究里受试者先要想象自己的死亡或者是想象拔牙的痛苦，然后他们要去读一篇文章，文章呢要么是强调人的独特性的，要么是强调人和其他动物其实非常相似结果呢，那些想到自己死亡的受试者，他们大都更喜欢那篇强调人的独特性的文章，而想象拔牙痛苦的受试者却觉得两篇文章差不多是一样好。另外还有研究发现想到自己的死亡的那些人往往会蔑视动物，甚至会厌恶那些他们没有养过的宠物。想到死亡的时候，人们还会更加支持对动物的杀戮可见死亡恐惧与对动物的厌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拒绝承认我们自己是动物的倾向呢，还会导致人类产生一种十分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恶心。恶心这种感觉呢，很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最初的功能呢，是让我们远离那些腐烂掉的肉块以及其他携带致命病菌的有机物。也就是说呢，恶心一开始只是会被那些腐烂的肮脏的东西诱发。但是在后来的进化过程里恶心这种感觉的范围就扩大了，一切会让我们想起我们自身的动物本性的东西都会让我们感觉到恶心。比如说人的内脏肠子骨头血液以及身体的排泄物等等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产生恶心的感觉。而且也有实验证明当人们想起死亡的时候，他们的确就会觉得尿液粘液粪便呕吐物都会变得更加的恶心。反过来也一样当人们想到那些恶心的身体分泌物的时候，也会更加容易联想到死亡。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柯南伯格那样的充斥着粘液的电影会被大家当作恐怖片来看待因为那些东西会让人联想到死亡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例子，就是大多数的传统社会里都有所谓的月经禁忌，也就是把女性的月经当成是非常不洁的东西。这种禁忌的根源可能也是跟我们对身体分泌物的回避有关因为女性的月经也是明白无误的在提醒我们肉体的存在提醒我们人类无非就是一种动物。为了与其他的动物划清界限呢，人类还想到了一招那就是修饰和美化我们自己的身体。
人类对自己身体的美化，一方面的确是有更加直接的目的，那就是增加吸引力嘛。但是呢，在这种直接的功能之外，Path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我们对身体的美化往往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的。这个方向就是尽可能的减少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相似性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修剪毛发。人类有一个外号是裸猿我们的皮肤是裸露的，没有覆盖全身的毛发这是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最显著的一个差别。于是呢，我们就非常痛恨身体上多余的体毛。人们常常会把发达的毛发与野蛮、不开化、品德败坏或者变态的兽性相联系在一起。多余的毛发是一种特别扎眼的暗示暗示我们无非就是一种动物嘛。在谷歌里搜索英文关键词体毛的话，会有3000多万条信息而这些信息呢，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如何剔除体毛的。在历史上，几乎所有人类创造的文明里脱毛和对体毛进行修剪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做法比如说古埃及人就有脱毛的习惯古罗马人也不喜欢多余的体毛，凯撒就喜欢用镊子去除自己面部的毛发，还会用剃刀给全身刮毛我们中国古代呢，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种说法不太敢轻易对毛发动手。但是这一方面是占了人种的便宜东亚人天生体毛就比较少另一方面呢，中国古代其实也不是绝对不修剪毛发的比如说古代很早就有挽面这种操作就是用棉线绷在脸上把多余的绒毛给剃光。人类对自己动物性的排斥还有一种最有趣的表现，那就是我们对性爱的态度。我们对性爱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的矛盾的。我们呢，一方面既觉得性爱让人快乐让人向往，但同时它也是让人恐慌的，因为性爱是我们人类的动物本性最有力的象征。性爱这件事非常鲜明地提醒我们我们人类也属于动物这一类除了排泄大小便之外性爱可能大概就是人类最接近动物的行为了当我们衣冠楚楚的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很容易跟自己的肉体保持一个舒适的心理距离。但是当我们赤身裸体的进行性行为的时候，那就很难跟我们的肉体保持一个安全的心理距离了。性爱这件事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只不过就是身体里这些基因的一个临时仓库而已。我们在生命的轨道上只是短暂的走过一段路程，然后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完成这个传递基因的任务之后不久呢，我们自己就会加入无数沉默的死者的行列。有一个实验很能说明这种性爱与死亡之间的关联在那个实验里呢，受试者要想象一些与爱情关系有关的场景有多吸引人其中呢有一些场景是精神层面的比如说与伴侣心灵相通比如说感到自己被伴侣所爱你要判断这样的一些场景有多吸引人。还有一些场景呢是生理层面的，也就是性爱层面的，比如说伴侣用舌头舔我的耳朵或者是感受伴侣留在我身上的汗液等等，你也要判断这些场景有多吸引人。实验结果是这样的，如果受试者联想到了他们自己的死亡的话，那么他们对那些精神层面的场景的感受不会有多大的变化。但是想到死亡之后，受试者大多就会觉得生理方面的那些场景就不那么诱人了这个结果可能有一点反直觉因为很多人可能以为死亡是会刺激性爱的，人总是想要在死前留下后代嘛。但从这个实验来看呢，死亡其实是会降低性爱的吸引力的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先让受试者联想到性爱，那么他们随后也会联想起更多与死亡有关的词汇。从这些研究看来呢，性与死亡的确是一对双胞胎在我们的意识里总是一起出现的所以你看我们对性爱的态度是很矛盾的。我们一方面享受它的快乐，也希望用它来繁衍后代，但另一方面呢，又对它感觉到一丝恐惧。那我们一般是怎么样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呢？普遍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会给性爱赋予象征意义，把性爱从一种纯动物性的行为转变成一种严肃甚至是庄严的行为这样一来呢，性爱就会变得在心理上更加安全一点了。全世界各地的文化里都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性爱禁忌规定了只有在哪些场合哪些状况下才可以发生性爱。这些禁忌是千奇百怪的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土著印第安人霍皮部落就规定只能在晚上进行性爱，但是印度的一个原始部落称克斯人，他们就规定只能在白天进行性爱他们两个部落的规定正好是相互矛盾的从这个矛盾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对性行为的限制到底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这些限制当一种文化非常明确地对性行为提出恰当的规范的时候，
那么性行为就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动物性的生理行为了，它就变成了一种文化仪式。把性行为升级成一种文化这就是我们缓解性爱焦虑的第一种做法。我们缓解性爱焦虑的另外一种做法呢，就很龌龊了，那就是通过贬低女性和压制女性来缓解性爱焦虑。在几乎所有的文化里女性的身体和性行为都是受到各种规则和规定的制约的。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种心理根源可能就是男性的死亡恐惧。男人一方面要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另一方面呢又要否认自己的动物本性这就很矛盾嘛，对吧？这就让男人对于自己的性欲的勃发感到很不安。男人发现女性在性方面非常具有诱惑力，所以他们就指责女性引起了他们的性欲和冲动。他们想贬低女人，惩罚女人，虐待女人，因为他们觉得女性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肉体本性。在《怕死》这本书的作者主持的一项实验里当人们想起自己的死亡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一个虚拟法庭上建议轻判一个虐待女友的男人。也就是说，当死亡与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就会导致男人容忍针对女性的暴力。这种扭曲的心态呢，在恐怖电影里就有所反映我们知道，恐怖电影里往往充斥着死亡与性的联系比如说，恐怖片里有一个大俗套叫做荡妇先死，处女反杀。一个女角色如果在恐怖片里做爱，那她就死定了。她刚刚做完爱，就一定会被杀人狂乱刀砍死。而影片最后完成反杀，活到最后的呢，一定是一个处女。你细品一下，这反映出什么样的心态？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切换一个视角，从意识和无意识的这个角度来说对抗死亡恐惧的两种策略：近端防御与远端防御。我是魏之超，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你关注、点赞、收藏、评论，我会在这个频道里坚持输出各种心理学新知。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芒果。